在80、90年代的农村，几乎每个村里都会有几个闹鬼的传说。老一辈人好像对此习以为常，而且村里一般还都会有个会看事的老太太。如果谁被冲着，或者小孩被吓到，找她看过之后就会没事。以前我们村就有个周寡妇，她会过阴。据村里的老人讲，她过阴说的是还挺准的。所谓过阴，就是去到下面帮忙，找到别人去世的亲人，然后让他亲人上他的身，解一些上面活人的问题。其实那周寡妇以前就是挺平常的一个妇人，她那过阴的本事是在她丈夫去世后才有的。至于怎么有的，她本人讳莫如深，村里人也只是听到一些传言。那传言是周家二媳妇还有周家的姑娘讲出来的，说是在他家周大头七那天晚上，周寡妇不知咋的就窜回了自己的那间西厢房。周家没分家，一家7口人是挤在一起住的。原本头七家人应该回避，但没地方去呀，就只得空出了那间原本是周寡妇2口子住的西厢房。可周寡妇那天就是神叨叨的，在半夜窜了回去。原本睡熟了的家人是不晓得的，直到挨着她睡的小姑子起夜，才发现了嫂子不在身边。小姑子一开始也并不在意，想是嫂子也起夜了吧。可当她出了屋子，刚准备去茅厕解决一下的时候，却被忽然传出的笑声吓了个半死。毕竟是大哥的头七呀，那笑声在安静的夜里听起来格外的吓人。当时那周寡妇的小姑子才14岁，哪里经得住这样吓，当即就尖叫着跑回了屋。一家人就这样被弄醒了，全部跑到了院子里。这时院子里倒是没有笑声了，但是却传来了一个女人咕叽咕叽的说话声，也不知道在说个啥，仔细听也听不清楚，就知道是一个女人在说话。周大去了，周二就是家里的顶梁柱，到底是个男人胆气壮些。仔细听了一阵过后，周二捡起了一根柴棒子说道：我听这声音是西厢房那边传来的，我去看看咋回事，是哪个在装神弄鬼。周二媳妇拉着周二不让去，这是大哥的头七呀。农村人迷信，他怕周二撞邪了。也就在这时，又传来了一阵笑声。听那声音，就觉得笑的人很开心，就是那生气有点飘，让人寒得很。明明是我儿子的头七，咋家里闹女鬼呀？周家老爷子叹了一口气，丧子之痛还在心里。他对于这天儿子不回来，回来个女鬼这事儿颇不舒服。可我咋听着这声音像是我家大媳妇的呢？周家太婆也疑惑地说了一句：刚才那声音叽里咕噜说话的时候，那口音太奇特了，他们也没听出个啥。可这会儿笑的时候，敏感的周家太婆总觉得熟悉得很。经过周太婆那么一说，一家人仔细一听，可不是周寡妇的声音。算了，这必须得去看看了。我怕嫂子这是气出毛病了呀。中年丧夫本就是人生一大痛苦，周寡妇因此气出点毛病，说明白点就是精神病，那也正常。加上那时人们之间的亲情可说是很浓厚的，哪有不管的道理？想着，周二就握紧了手里的柴棒子，一步一步朝着西厢房走去了。还是那个熟悉的西厢房。可此时，那紧闭的西厢房门在周二的眼里看起来却是那么的恐怖，仿佛一推开他背后就是地狱似的。走到房门前，周二深吸了一口气，为了给自己壮胆气，他忽然大吼了一声。趁着这股气势，他一脚狠狠地踢在了房门上。一个常年做活的农村汉子用尽全身力气的一脚，力量还是很大的，
可是那2扇柴门并不是周二想象的那样是插上的，只是掩上了而已。这一下，用力过度的周二一下子摔了个狗吃屎，生生地摔进了门内。老二，你咋了？身后传来了周老爷子担心的声音。失去了一个儿子，他很担心这个儿子有个3长2短。没事，不小心摔了。周二声音闷闷的，这一下他是摔疼了，可是怕家人担心，他还是赶紧答道。周老爷子松了口气，可接下来的周二抬起头来，心却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。西厢房不大，说白了就是一间卧室，人走进来一眼就可以把整个房间看个清楚。周二当时还没来得及站起来，他半跪在地上，还在做着站起来的动作，只是头抬了起来。也就是这一瞬间，他看清楚了整个西厢房。此刻房间里唯一的一张桌子上正点着一盏昏暗的油灯，他的嫂子，也就是周寡妇正背对着他，只不过她双肩抖动，笑声很是开心。原本这样的场景是不足以吓到周二这个汉子的。他之所以心都提到嗓子眼了，是因为他嫂子此刻的姿势非常的怪异，头歪着，身子斜着，像是靠在什么东西上一样。更奇怪的是，桌子面前有2张条凳，嫂子就坐在其中一张上。按说一个人做事要坐中间的，不然条凳会翻，可他就坐在条凳的边沿上，还纹丝不动。周二的嗓子发紧，也忘了站起来，只是半跪在地上。他有些想出去了，这场景太诡异了。可是面前的是他的亲嫂子，大哥才走，他不好不管啊。努力地吞了2口唾沫，周二鼓起勇气喊了一声嫂子，喊声有些结巴，另外因为太紧张了，喊出来的这句嫂子竟然是颤抖的。可周二自己没注意到，他这一喊，周寡妇回头了。回头的时候，她是带着笑容的。在昏暗的油灯下，这笑容咋看咋诡异，嘴角向上翘着，眼睛眯着，就是脸上的2块肉却是僵的，这感觉就像是个泥塑的雕像似的。看，老二来了。周寡妇盯着周二说道，那眼神非常的凝聚，给人的感觉就像是只夜晚的猫在全神贯注地盯着啥东西一样。一瞬间，周二的眼眶就涌上了泪水。这是吓的，他不是傻子，他清清楚楚地听见嫂子说了一个看字。看？给谁看？而且嫂子那个声音，周二说不上来。按说人的声音再平都有股子生气在里头，所谓生气也就是指人的情绪，可嫂子那声音就纯粹只是声音。那时没有啥电脑，否则周二就能准确地说出那声音很像电子合成音了。此时的周二站起也不是，继续跪着也不是，往前不是，也不敢往后，只是觉得脊梁柱那1寸骨头生生的发冷。忽然盯着周二的周寡妇就不笑了，那表情瞬间就变得平静到诡异，只是那眼神有些凶狠。他说道，出去，别打扰我们，你不能进这间屋子。周二不答话，不是他不想，而是他根本已经不敢说啥了。人害怕到极致，不是歇斯底里的愤怒伴随着大吼大叫，就是沉默。那种沉默是一种想把自己隐藏起来的潜意识。周二面对的是他嫂子，他愤怒不起来，就只好沉默。站起来，转身，周二强自镇定地走出西厢房，可后背发痒，那是一种被什么东西盯上之后的感觉，但他哪敢回头，只得脚步发软地朝前走。刚跨出房门，就听见吱呀一声，身后的柴门自己关上了。妈呀！周二立刻喊了一声娘，眼泪哗一声就流了下来。
接着就快速地跑了起来，无奈脚步发软，刚跑几步就跌了下去。但他哪敢耽误片刻，立刻手脚并用地朝着不远处站着的家人奔去，那连滚带爬的模样，要多狼狈有多狼狈。那声妈叫的周太婆一阵心疼，踮着小脚紧跑了2步，赶紧去扶住自己的儿子。我大儿啊，你是咋了吗？妈，我觉得我哥他回来了呀。周二眼泪都来不及擦，就喊了那么一句。刚才那种情况，除他大哥头七回魂了，还能解释啥？我的周大呀！听见这话，周老爷子忽然拍着腿就嚎了起来。许是听见儿子的魂回来了，不禁悲从中来。这头七回魂夜真的是一家都不安生。虽说念着是周大回来了，可因为周寡妇说了一句不要打扰，加上真是有些害怕，一家人一夜再也没迈进西厢房。这就是周家人流传出来的周寡妇的事。说起来也真是玄乎，只不过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村子，哪个村子没有几个诡异的传说？更加邪乎、更加解释不了的事也多了去了。人们议论了一阵，也就没当回事了。也就在这事发生不久，周家就传出了周寡妇会过阴的本事。一些人先是抱着试试的想法去看了看，却没想到这周寡妇还真有些神奇。这过阴的本事还挺靠谱。过了2年，不仅邻近的几个村都知道小湾村的周寡妇会过阴，连镇子上都有人慕名而来。在这件事上，值得一提的有3点。第一是周寡妇在周大头七之后就恢复了正常，听说当天早上就从西厢房出来了，还给全家人准备了早饭。唯一就是她从此多了个毛病，那就是打嗝，1分钟能打8、9个嗝，那声音怪怪的，第一次见她的人基本都会被吓到。第二就是周寡妇强烈要求家里的人把西厢房的窗子给封了，那窗户朝着院子外，采光挺好，照得整个屋子都亮堂。没病的人谁会封这要求啊？可那夜之后，家里的人总对周寡妇有种莫名的敬畏。周寡妇要求，那就赶紧做了。最后不仅封了窗子，连门上都罩了厚厚的黑布帘。第三，就是在周大去世5个月后，周寡妇生了儿子。关于这个，村里人倒是没说闲话，傻子都知道那肯定是周大的一父子。村里还有老人说，怪不得周大头七搞出那么大的动静，定是知道他有了儿子，抛不下孤儿寡母啊。但不管咋说，这周寡妇凭着过硬的本事和儿子在村子里过得很不错，连带着周家人也受到了接济。如果不是那场运动的开始，周寡妇也许会做这行做到老。凭着这些收入供儿子上学、工作、娶媳妇，但历史岂会因为个人的意志转移？周家人现在被严密地监控了起来，特别是周寡妇更是好几个人盯着，根本再也不敢提过阴这回事。我家跟周家关系很好，听我爸说，若不是周寡妇冒着风险出手相助，恐怕我在2个月大时就夭折了。我们村是川西南一个贫穷的小山村，1967年那年冬天很冷，冷到我的父母亲到现在都印象深刻至极。我爸是这么形容的：狗日的冷啊，冷到连院子里的老母鸡都是踮着鸡爪子走路的。我无法想象一只母鸡踮脚走路是怎样一个滑稽的景象。只不过在我那几乎不下雪的家乡，冷到这种程度的冬天是让人难忘。也正是因为不下雪，那种冷法比起寒冷的北方更让人难受。那是一种不同于寒冷的阴冷湿冷，
冷到人的骨子里。我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冬天，生下来的时候，我爸妈几乎以为我是养不活的，特别是在这种冷到不正常的光景里。为啥呢？原因有3点。第一，我非常的瘦小。我妈说，我爸刚一把我抱在怀里的时候，就喊了一句：“这咋跟抱一只小猫没啥区别呢？”第二，我当时的哭声非常虚弱，有一声没一声的，就跟被啥东西掐着脖子似的，感觉是在拼命的挣扎。那个时候为我接生的那个经验丰富的稳婆以为我是呛羊水了，还把我倒提着拍了几下，但事实证明没用。第三，我爸和那稳婆为我洗澡的时候，发现我的后脑勺那个位置有一块胎记。按说胎记并不是啥大不了的事，可我那块胎记的颜色就跟鲜血似的，仔细一看像只眼睛。农村人迷信，当时那稳婆就有些害怕了，说了句：“这胎记像眼睛也就算了，咋我一看他就像盯着我看似的，嘴巴那么虚，身上又长个这东西，你们要不要找人来看看？”我爸妈也没读过什么书，听稳婆这样说，又见我这样，当时就吓着了。特别是我妈刚生我，本来身子就虚，一慌就瘫床上了。倒是我爸还能有个主意，连忙问道：“刘婆婆，你觉得这娃是有啥问题？这要找哪个来看吗？是去乡卫生院叫医生？农村人穷，况且那个时候的医疗条件也不咋地。”在我爸妈眼里，这经验丰富的刘稳婆无疑就是一个最大的权威，很让人信服的。见我爸这样问，那刘稳婆先是神神叨叨地看了一下四周，才小声给我爸说道：“才出生的娃虚，那东西容易来钻空子，你们知道不？那东西是要留印记的呀。比如被抓了一把，身上就会有几个黑漆漆的指头印，踢一脚就会有个脚印，那种被水鬼拉去当替身的，你们都见过吧？那捞上来的尸身，大多脚上就是有手抓的印子的。”听这话，我爸当时就打了个抖，也立刻理解了刘稳婆嘴里的那东西是个啥。刘婆婆，那你说我这玩意儿它是咋了呀？你看我爸已经着急的手足无措。这个印子像个眼睛，恐怕这是被盯上的原因吧？刘稳婆压低声音，不确定地说道：“那咋整吗？”我爸对这个不确定的说法显然深信不疑。病急乱投医就是我爸当时的心态。咋整？你怕是要去请？说到这里，刘稳婆盯着四周看了看，才小心地伏在我爸耳边说：“请周家寡妇来看一下。”周寡妇，我爸一听这个名字就忍不住低呼了一声，皱起了眉头。显然他拿不定主意。原本我妈是瘫在床上的，一听这名字，忍不住挣扎着坐了起来，一叠声地说着：“不行，不行的，不行！他爸前天村里开会才说了，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，要破四旧，不能搞封建迷信那一套的。”刘稳婆一听我妈这样说，立刻起身说道：“老陈，我这可是为了你们家，好歹盼来个儿子不容易。至于我说的，你们自己决定吧。我这就走了。”我爸瞪了我妈一眼，赶紧起来去送刘稳婆。当然，这事也怪不得我妈，她富人家胆子小。6、7年是个啥样的年代，大家心里都有数。送走了稳婆，我爸脸色沉重地进了屋。老陈，你真要去请周妈？你还记挂着那事儿？见爸一进屋就赶紧地问道。我爸咳嗽了一声，打断了我妈的话。周寡妇现在是牛鬼蛇神，名声不好，虽然村子里的人念着情分保了她，
可上面来的干部谁不是盯着他呀？就判出点啥事，他们好挣功劳。我爸就是扫盲的时候认了点字，可是在人情世故方面，我爸却是个人精。那可咋办啊？我妈顿时没了主意，你就别想这个了。我看这样吧，我明天先带老幺去乡卫生所看一下，如果医生没用的话，我再想办法让周寡妇帮忙吧。我爸安抚了我妈几句，接着就叹息了一声。他那个时候担心的，周寡妇不肯帮忙看啊。不管周家的日子过得咋样，可是我家的日子确实是有些愁云惨雾的。一切还是因为我的身体并没有好转。尽管在我出生的第3天，我爸就把我包得严严实实的，借了驴车，一大早就把我带到了乡卫生所。但那里的医生并没看出来我有个啥病。最后那医生只是告诉我爸说，这孩子大概有些营养不良，回去好好补补也就好了，连药都没给开。在回来的路上，我爸心情挺闷的，说孩子营养不良。不能啊，我妈在村子里不说是吃的最好、保养的最好的孕妇，那也比绝大多数的人家好了。生个孩子咋能营养不良？比村子里最弱的婴儿都弱的样子。我爸想不通，可还是选择相信医生，毕竟去请周寡妇只是最坏的打算，弄不好害了自家人不说，还得害了周家人。回来后，我爸就琢磨着给我进补。我妈没有奶，我爸每天就去邻村一个养奶牛的家里弄些回来，用家里的粮食换。不仅是奶，我爸还专门跑去镇子上的供销社，花大力气弄了些啥营养品，反正是想尽了一切办法给我进补。那时小孩的条件是万万不能跟现在的小孩比的，就我这待遇已经是村子里的独一份了。不要说啥营养品，就算每天的牛奶，很多孩子也不要想。那个时候的孩子如果没吃上妈的奶，大多都是米糊糊喂大的。就这样，我爸给我进补了1个月，到我满月那一天，我爸原本坚定的信念终于崩溃了。因为到满月时，孩子按照规矩都得过个秤，看看长了多少。那天我爸是怀着一种近乎虔诚的希望给我过秤的，但事实却打击到了我爸。我到满月时只长了2两。一直以来，我爸都咬牙坚持着，心想也许眼睛不见长，其实是在长呢。熬到了满月，却熬到这么一个结果，我爸能不崩溃吗？秀云，我看我们得去找周寡妇看看这孩子了。那一天，我爸在愣了半天以后，终于给我妈说了那么一句，这也是最没有办法的办法了。我妈的心揪紧了，说真的，到满月也才3斤多一些的孩子，在那个年代也不多见。这么一个补法，那么精细的呵护着都还这样，那一定是不正常了。如果说是因为身体有病，长不好就算了，可医生都说没问题，而我那时的表现也就是虚，其余连感冒受凉都没一次。除此之外不是邪了，那是啥？老陈，不然再补1个星期来看看。我听说过有的孩子偏偏满月前长得不好，满月以后还长得飞快。再说，我妈犹豫着不好说。再说啥？我爸扬眉问道，心里的郁闷简直无法疏解。再说那周寡妇是过阴的，她会看阴阳吗？好像跟我们孩子的事情搭不上啊。我妈之所以犹豫着不敢说，是怕破了我爸唯一的希望。我知道，可10里8村的也就她最灵了，还能找谁？再说刘稳婆也提点过我找她看看。我爸声音闷闷的，思索了一阵，忽然又轻快了起来。
充满希望地说道：“你还记得王狗的娃娃？不就是我从小耍得好那个王狗？他家王柱不是2岁的时候撞过邪吗？那几天全身发冷，人跟傻子似的，还流口水，还不是找周寡妇看好的呀？那就去找周寡妇吧。可你必须要小心一点啊，莫给那些人逮着傻子了，要不我们这个家就垮了呀。”我妈无奈地叹了一声，为了我的父亲母亲终于决定冒大风险了。从那一次，我的父母决定为我请周寡妇来看看之后，我爸常去的地方就是周寡妇的家。为了怕传出什么闲言碎语，我爸总是选择晚上9点以后才去。农村没啥娱乐活动，冬天天也黑得早。周寡妇的家在村西头，而我家在村子东头，去的路要走过几条田坎小路，那样的路窄而坑洼，因为太过小心，我爸连手电也不敢打。就在这样的来来回回中，不知道摔了多少次，可是依然没能请回周寡妇。是心不够诚吗？不是，我爸每次去的时候总是提着礼物，当时稀罕的奶粉、硬块糖，加上家里都舍不得吃的老腊肉，甚至还许诺给家里1半的粮食。可每次周寡妇的回答都几乎一样：“老陈，乡里乡亲的，要是能帮你，我哪敢收你那么多东西？现在是个啥世道，你比我清楚。我要出了事，不止我那没老汉的娃儿造孽，我还要连累我夫家，你就别为难我了。”周寡妇的回答就和他那打嗝声音一样，让人听了难受。可我爸能有啥办法？只能一次一次的去。到后来，我爸去的频繁了，终于引起了周家人的怀疑，把周寡妇叫来一问，知道了事情的缘由。先是周老爷子发话了：“老陈，你不厚道啊！你这不是害我们这一家子人吗？先不说我家儿媳妇能不能给你家娃看好的问题，就说能看好，可我们敢吗？你娃是命，我们一家子人不是命吗？走吧走吧。”我爸不死心还去。那周二就不由分说地拿起锄头要打人了。事情似乎陷入了一个僵局，我的身体依然虚弱，特别是哭泣的时候，断断续续的，真就好似被人掐着脖子一样。老陈，你看我们幺儿咋了呀？一声惊慌而显得尖利的声音打破了家里的平静。我爸几大步就跑了过去，一看之下，整个脸色霎时变得铁青。刚才喂下去的奶根本进不到我的肚子里，一到嘴边便被我的咳嗽声给呛了出来。这不是普通小孩子的呛奶，是根本喝不进去。我的整张脸憋得铁青，那吭哧吭哧的声音竟然像个老头子。这是我出生以来情况最严重的一次了。望着我小小脖子上鼓胀的青筋，我爸也第一次慌了。我妈不停地拍着我，想让我好受点儿。我的2个姐姐甚至因为这情况吓出了眼泪，可怕我爸妈心烦，一点儿也不敢哭出声。我爸开始沉重地喘息，眼睛也红了。熟悉我爸的人都知道，这时我爸愤怒了。就这样静默了几秒钟，我爸忽然冲出了屋，冲进了厨房，拿了一把菜刀，又冲了回来，像疯了似的在屋子里挥舞。我陈红军一辈子就没做过坑蒙拐骗、烂屁眼的事，你们弄我儿子做啥子？要弄啥子冲我来？不要搞我的娃，你们下得起手哦！一个小娃你们都下得起手哦！出来，狗日的龟儿子，给老子出来！老子和你们拼了！我爸这个样子就跟中了啥魔杖似的。但也怪不得我爸，只因为那次去了乡卫生所，没查出什么。我爸不死心，又带我去了好几家医院，连城里的医院都去了几次，
可医生都说我没病，只是营养不良。既然没病，我这个样子咋解释？而且不只是我父母，就是据我2个姐姐的回忆，都说我那个样子跟被人掐住了脖子没啥区别。原本由于刘稳婆的说法，我爸就对有东西盯上我这个说法有了几分相信。加上此情此景，我爸已经认定有东西在搞自己的儿子了，这就是他那晚疯魔了一般的缘由。我爸这一闹，终于吓哭了我2个姐姐，屋里的情况更加的糟糕。这时的我妈表现出了一个女人特有的柔韧的坚强，她反而是最镇定的一个。她一边轻拍着我，一边一把抓住了我爸还在挥舞菜刀的手。老陈，家里不是只有幺儿一个，你要是这样，我们母女几个靠哪个去？你看，大妹二妹都怕成啥样子了，你清醒点。我妈这一说，终于让我爸清醒了过来。可奇怪的是，他这凶狠的一闹，我的情况竟然好转了几分，我不再呼吸困难了，那让人难受的啼哭声也渐渐止住了。小脸也从铁青恢复成了平日里苍白的样子。我爸见我好些了，终于彻底冷静了下来。我妈把我放床上，安抚了一下姐姐们，然后把她们哄去他们的房间睡觉了。回到屋子里，我妈望着我爸，非常平静地说道：“老陈，我去找周寡妇，今晚就去。都说鬼怕恶人嗅云。”我儿子的情况，我算彻底清楚是咋回事了。我也是这个想法，我们今晚就去，再拖下去，我怕我们这儿子保不住。我爸很认同我妈的说法，既然决定了，我爸妈也不再犹豫，这一次他们是下定决心了。当下他们就抱着我出发了，估计是刚才我的情况刺激了他们。我爸竟然破天荒地打起了手电筒，儿子的命重要，此时此刻他哪还顾得上小心，只求快点到周寡妇的家里。赶到周家的时候，不过8、9点的光景，只不过农村没啥娱乐活动。在冬天里的此时，已是家家户户大门紧闭，周家的大门也是紧闭着的。我爸也不说话，冲上前去就砰砰砰地把门敲得很响。在这安静的夜里，这急促的敲门声是格外的刺耳，许是敲得太急太大声。不久，周家院子里就传来了人声，是周二的声音。谁呀？我爸不说话，也不让我妈说话，只是把门敲得更急，因为他怕周二听见是我家就不开门了。我爸这段时间的执着确实惹恼，也惹翻了周家人。是哪个龟儿子哦？说话呀！周二的声音大了起来，显然是对这样的行为发火了。我爸依然是执着地敲门。周二大吼道：“不开！呛老子不开门！”哈！我妈在旁边有些着急了，小声说道：“老陈，你就说句话呗。”说个屁！周二的性格使出了明的一根筋，他真要晓得是我们，那就真的不开了。我就这样敲，敲到他烦为止，他还拿不定主意，肯定会开。你晓得他胆子大。我爸的性格里也有些无赖，光棍气，只是平日里不显罢了。果然不出我爸所料，就这样执着地敲了10分钟以后，周二怒气冲冲地把门打开了，手里还提着一把柴刀，感情是把我们一家人当捣乱的了。见周二开了门，我爸闷着头就往里闯，这动作倒把周二吓了一跳。这谁呀？跟个二愣子一样。站住！你是干啥子的？别人家里你乱闯啥子？眼看着我爸就把周二挤开，进到了院子里，周二忙不迭地喊了起来。我爸反应也是极快，一把就把我妈拉了进来，然后反身就把门关上了。
这才说道：“周二，是我，老陈。”我说：“你这个老陈，你这是……”周二松了口气，看来不是啥来找麻烦的。这年头谁不怕忽然就进来一群人把家给砸了呀？但对于我爸的行为，周二显然还是又好气又好笑，所以语气也不是那么好。周二，乡里乡亲的，我们进去说，要得不？你晓得我老陈也不能逼你家做傻子。你今晚上就让我把话说完。你个人，我老陈在村里是不是厚道人？对你周二，对你周家是不是以前怠慢过？我爸这一番话说的是软硬兼施，也难为他一个农村汉子能把说话的艺术提高到这种境界，也算是给逼的了。乡里乡亲，在村里，好人缘厚道的爸以前也常常和周家走动走动，这些显然让周二心软了。那个时候的人感情到底淳朴，加上那句也不能逼你家做啥子，周二的脸色总算松和了下来，声音闷闷地说道：“那进来说吗？算我周二拿你没的办法。”我爸松了口气，周家最难应付的人就是周二。今天晚上过了他这关，看来还有戏。进了屋，周家一家人都在堂屋里烤火，旺旺的火炉旁边还堆着几个红薯。周老太爷看来人了，抬头看了一眼是我爸，表情木然，鼻子里轻哼了一声，但随后又看见抱着孩子的我妈，脸色稍微缓和了一下，但还是忍不住叹息了一声。周寡妇倒是想说啥子，无奈只打了2声嗝就闭了嘴，咬着烟嘴吸了一口旱烟。周老太也说了句：“月霜带周强、周军去睡了。”月霜是周二的媳妇，听见老爷子吩咐了，赶紧哦了一声，拉着周强、周军出去了。周强是周大的一父子，而周军是周二的儿子，2个孩子都上小学了。君红，我晓得你这次是来干啥子的，话我都说明白了，乡里乡亲的，你不能逼我们家呀。周老爷磕了磕烟锅，平静地说道，那语气丝毫不见松口。这不是他们无情，先不说这事儿有没有把握，就说这形势，万一哪天谁说漏嘴了，就是个典型。况且周寡妇原本就在风口浪尖上。我爸充满哀求地盯着周老太爷，牙花咬得紧紧的，像是在做啥决定。终于这样静默了几秒钟之后，我爸的眼泪哗一下就流了出来，接着他就给周老爷跪了下来，紧跟着我妈抱着我也跪了下来。君红，你这是……你这玩意，你跪啥子跪嘛？周老太显然想不到我爸会这样，一下子就站了起来，语气也有些慌乱了。农村的老一辈最讲究这个，无缘无故受了别人的跪，那是要折服的。好在我爸是小辈，也不算犯了忌讳，但生生让一个汉子跪在自己面前，周老太爷的心里又如何过意的去？而周二已经在拉我爸了，就连周老太太也踮着小脚跑了过来，拉着我爸说道：“娃儿啊，你这使不得啊！周叔，我老汉说男儿膝下有黄金，轻易跪不得，但我真的是没办法了呀。”说着我爸就抹了一把眼泪，我妈也跟着抹眼泪，显然打定了主意，今天咋也得求周寡妇帮忙一次了。哎，我不管了，让我大儿媳妇个人决定。周老太爷叹息了一声，叫了声周老太太，然后老两口就转身去了卧室。这实际上就是周老太爷在帮我爸了，毕竟周寡妇死了丈夫，他周家怜惜这个媳妇，咋能指使周寡妇做这做那呢？那是欺负人孤儿寡母啊！话能说到这个份上，周老太爷已经尽力了。
周二见着老爷子松口了，他也不反对了，只说句：“老陈，你先起来，该咋样？我嫂子会决定的，你这样跪着也不是个事。我先出去了。”说完，周二也走了。一个堂屋里就剩下我们一家三口和周寡妇。此时再跪着，就是折了周寡妇的福了。我妈抱着我站了起来，然后扯着我爸说道：“老陈，起来，不好再跪了。”我爸一言起来，扯着袖子抹了几把眼泪。倒是我妈平静得多，她望着周寡妇说道：“月红啊，我们都是当妈的人，你看看我儿子吧，才1个多月都被折磨成这个样子了。我这当妈的心头啊，跟天天在割肉一样。天下共通的都是母性。”我妈这样一说，周寡妇立刻心有戚戚焉，赶紧摆了摆手，打着嗝说道：“秀云，你别再说了，我其实要帮忙的，就是以前担心太多了。今天晚上我就帮你一把。”周寡妇这样一说，我爸妈登时大喜。他们不太懂过阴是咋回事，只是恨不得周寡妇立刻就开坛做法。他们认为用啥神通就是要开坛做法的。几分钟以后，我妈抱着我被周寡妇牵进了西厢房，而我爸却只能在外面等待。周寡妇这过阴的本事一般有个规矩，就是一律不准男的进入西厢房，有什么问题也只能女亲属来问，甚至有时候有的女人，周寡妇亲进西厢房望一眼，也让别人出来了。这和其他过阴人的本事颇有些不同。就这样，我妈终于进入了周寡妇那个被渲染得过分神秘的西厢房。一进屋，我妈的第一反应就是黑黑的，伸手不见五指，接着就是冷。原本这就是冬日里，屋子冷就是正常。可这种冷却不同于一般的冷，那是一种阴冷，更多的是作用于心里，让人的后脊梁直起鸡皮疙瘩。月红，我咋感觉不舒展呢？像被啥盯着一样。此时我妈唯一能依靠的就是周寡妇了，她紧紧拉着周寡妇的衣角，站在西厢房的屋门口就不肯走了。不怕，我去点灯。周寡妇依旧打着嗝说道。我妈只得放开了周寡妇。在这种压抑的漆黑里等待是件难受的事，一分一秒都像是度日如年。这屋子给我妈的感觉是如此的不舒服。要放平日里，我妈早就转身就走了。她不是一个胆大的人，但是为了我妈豁出去了。在我爸不能进来的情况下，我妈坚定地认为她就是我唯一的希望。好在周寡妇对这间屋子十分熟悉，悉悉索索一阵后，屋子里终于有了光。原来周寡妇已经点上了一盏油灯，这油灯的灯光非常的昏暗，但也足以让我妈看清楚屋子的布置。只见这间屋子没有任何的窗户，墙壁四周竟然都挂着厚厚的黑布，也不知道是为了啥。而屋子里陈设也十分的简单，原先的家具估计早就已经被搬出去了，只剩下一床、一桌、2条凳子而已。桌子上摆着些吃食，也不知道是给谁吃的。再仔细一看，地上还有个火盆，里面有些灰烬。我妈一看就知道，这阵势不就是烧了纸钱后才能留下的吗？另外那些吃食的旁边还有一个萝卜，已经奄奄的了，上面有几支香的残痕。最后唯一能让人感觉温暖些的就是那张床了，竟然收拾得十分齐整，白底蓝花的被子简单干净。此时周寡妇坐在桌子旁的一张凳子上，对着我妈招招手，示意我妈过去。我妈深吸了一口气，鼓足勇气抱着我走了过去。在周寡妇对面的一张凳子，
也是这屋里剩下的唯一一张凳子上坐下了。秀云，今天你看到什么都不能说，唯一能说的就是我等下给你说的话，记得吗？周寡妇十分认真地对我妈说道。虽然那打嗝的声音让周寡妇的话听起来难受又有些滑稽，但这丝毫不影响周寡妇话里的严厉之意。我妈连忙怯怯地点头应了。原本村里人就重承诺，如果不是后来发生了一些事情，我妈是绝技不会说出屋子里发生的一切的。而且把这些说给一个人听，也是周寡妇要求的。这是后话，暂且不表。我妈答应之后，周寡妇就闭起了眼睛。我妈也不知道周寡妇在做什么，只得静静地等待。过了一小会儿，我妈就看见周寡妇的神情变了，她是在笑，那种笑是一种十分温婉的，属于女性特有的笑容。只不过在这诡异的环境下，这笑容看得我妈毛骨悚然。接着周寡妇又皱起了眉头，眉梢眼角都是一副惊奇的神色，然后她用一种怪异的腔调叽里咕噜开始念着啥，那语速实在是太快了，我妈根本没听清楚这周寡妇是在说啥。在这过程中最诡异的地方就在周寡妇始终是闭着眼睛的，而且从她开始笑之后，头始终扭着朝着另外一个方向。我妈就是个没啥大见识的村妇，这幅场景已经吓得她全身都起了鸡皮疙瘩，也不知道她是用了多大的勇气才能坐在这里看着这诡异的一切。终于，周寡妇不再叽里咕噜地念叨了，那表情也轻松了下来。接着周寡妇全身一震，头也转了过来。她望着我妈睁开了眼睛，在她睁开眼睛的这一瞬，我妈就有些愣了。同村的周寡妇，我妈还是熟悉的，之所以愣住，是因为我妈觉得，周寡妇睁开眼睛的那一刻起，眼前这个人吧，不像是周寡妇本人，说是陌生吧。我妈又觉得不陌生，为啥不陌生？我妈说不上来原因，你是要看看你的儿子是咋回事吧？周寡妇开口说话了，奇怪的是不打嗝了，语速很慢，但吐字清晰，只不过那声音怪异的紧，明明是周寡妇的嗓音，却像是另外一个人在说话。那感觉我妈形容不出来，非要说的话，就像是你抓着别人的手在打一只蚊子一样。而且周寡妇不是一直知道她是要看儿子的情况的吗？可我妈哪敢计较，这些会术法的人，在她眼里都是很神奇的人，可不能不敬。再说儿子的事情要紧，听闻周寡妇这样问，我妈赶紧的点了点头，把儿子抱过来吧，我先看看。周寡妇操着那怪异的语调，平静地说道。我妈心里一喜，赶紧地站起来，抱着我走到了周寡妇的面前，掀开了襁褓。也就在这个时候，怪异的事情发生了。周寡妇的眼神刚落在我的小脸上，她忽然就尖叫了一声，一下子就闭起了双眼，大喊道：“把娃抱开，把娃抱开！”我妈被这突然的变故吓得心里一紧，然后又是一沉。周寡妇都这样了，我儿子是惹上了多厉害的东西啊！可抬头一望，周寡妇又却是可怜，双眼紧闭都不敢睁开，一张脸卡白卡白的。这情况我妈还哪敢怠慢，赶紧地抱着我，又坐回了原来的位置上。月红啊，我这孩子担心着我的情况。我妈一坐下来就赶紧地问道：“先把孩子抱出去，抱出去你进来再说。”周寡妇不理会我妈的发问，只是一叠声的要我妈把我给抱出去，然后就走到床边蹲下身去，像是在床底下找着啥东西。我妈又担心又好奇，但哪敢怠慢，
应了一声，抱起我就出了西厢房。一出房间门，就看见我爸在院子里来回的踱步走着，一副着急的样子。我妈一出来，我爸就赶紧迎了上去。秀云，我们儿子这是给看好了呀？没，我现在也说不清楚。你把儿子给抱着，找周二聊天去，别站在院子里把孩子给冻着，我还得再进去。我妈也来不及说啥，她急着进去问周寡妇到底是咋回事，交代了我爸几句，就往西厢房走去。我爸抱着我，确实想再问问，可最终还是张了张嘴，啥也没说，转身找周二去了。进到西厢房，我妈看见周寡妇正蹲在地上烧纸，一边烧着，嘴里一边念念有词，感情她刚才是蹲床底下拿纸钱去了。我妈重新走到桌子前坐下，这一次周寡妇的话不再是一开始那叽里咕噜怪异的语调，所以我妈也就听清楚了周寡妇念叨些啥。原话我妈记不得了，但大意是清楚的。我给你们进些钱纸，你们拿了就不要再来这儿，不要找麻烦。大家一条道上的我更不容易。总之，周寡妇就反复地念叨着这些，而我妈越听越毛骨悚然。我妈不是傻的，这话明显就是说给那东西听的。咋周寡妇和那些东西是一条道的呢？更恐怖的是，周寡妇念叨完了，又开始叽里咕噜的我妈听不懂的话。话刚落音，屋里就卷起一阵一阵的风，一共卷了17、8阵才算消停。我妈哪见过这阵仗？这房子垂直后门，连窗户都没一个，哪来的风？眼泪在我妈的眼里包着，那真是害怕的不得了了。但同时，我妈又努力地忍着。为了孩子，她觉得自己不能就这么怕了。当风消停以后，周寡妇总算又坐回了她那张凳子。她望着我妈，只莫名其妙地说了一句：“你先等着。”既然周寡妇叫我妈等着，我妈也只得等着。毕竟有求于人，就算心里再急，也必须表现出足够的耐心与诚意来。周寡妇说完这句等着之后，就不再说话了，而是闭上双眼，全身又是一震，然后趴在了桌上，好半天才缓过来。休息了几分钟后，周寡妇走到床边，也不顾我妈诧异的眼光，扯过被子就裹在了身上，然后整个人坐在了床上，身体还微微的颤抖着。秀媛，麻烦你做碗姜汤给我送来。周寡妇说这话的时候，牙齿都打着颤儿。我妈应了一声，立刻就出去做姜汤了，没有多问一句，这是山里人特有的善良与淳朴。虽然担心着自己的孩子，但也不忍心看周寡妇冻成这个样子。况且帮别人不也是为了帮自己吗？不一会儿，一碗滚烫的姜汤就做好了。我妈一口口喂周寡妇吃，许是心境产生了变化，我妈的动作都柔了几分。喂完姜汤，我妈又情不自禁地抓起周寡妇的手，想帮她暖暖，可一抓之下，却发现冷得渗人。指了指凳子，周寡妇示意我妈坐过去，她一个人扭着头，又在床上叽里咕噜地说了起来，估计是真在商量什么重要的事。周寡妇的表情丰富，语速也急，甚至还有些肢体动作。这场景在我妈眼里看来，多像是两口子在商量啥事了。可怜的是，他们的距离何止隔了108000里。就在我妈伤心感怀的时候，周寡妇也停止了她的叽里咕噜，还是身子猛地一震，再次张开了眼睛，甩开了她的被子，和我妈隔着一张桌子坐下了。这次周寡妇没有任何的废话，张口就对我妈说道：“我是周大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到这就结束了。
更多精彩故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我的频道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